这部拍摄于1994年的岛国推理神剧，它是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还记得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主角古田任三郎，他是一位从不带枪，甚至看到枪都会害怕的一名奇葩警探。此外，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倒霉蛋，两人总是能出乎意料地侦破各种案件。好了，影片开始。古田任三郎第2季第5集，名编剧杀人事件给大家奉上。佐木高代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编剧，他的妹妹佐木和子是他的经纪人兼保姆，两人从小就生活在一起，积累了不少矛盾，并且到现在他们都还是单身。这天晚上，姐姐高代提出自己要去国外旅游一趟，可是妹妹却坚决不同意。原来姐姐在外面养了一个小白脸，妹妹知道这件事并且非常的反对。她对着姐姐说道：“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还跟年轻小演员搞在一起，真是一点羞耻心都没有。”说完，妹妹起身离开，姐姐则在一旁生气地表示：“把我赚来的钱还给我。”原来两人拥有一家事务所，妹妹负责管理公司，姐姐赚来的钱都在公司的账户里，没有妹妹的同意，她根本就拿不出钱来出去旅游。随后到了深夜，妹妹在厨房里刨着鱼干片，姐姐则鬼鬼祟祟地从楼上走了下来，来到身后大喊一声，妹妹被吓了一跳，鱼干片也全都被打翻在地。随后妹妹挽起裙子蹲在地上收拾，然而就在这时，姐姐突然靠近，然后抡起什么东西朝着她的头狠狠地砸了下去。就这样，妹妹当场毙命。接着高代将钱全部拿走，然后把钱包丢在了后门门口。他准备将这一切伪装成是被劫匪入室杀害的假象。处理完现场后，他打电话报了警。随后警方接到报案，很快就赶到了这里。经调查发现，死者的后脑受到重击，凶器很有可能是一根类似于棒球棍的东西，但是在现场却没有看到。紧接着，古田在地上发现了很多刨好的鱼干片，二话不说捡起一片，直接丢进了金泉的嘴里。随后警方还在后门找到了一个空钱包，看来凶手是从后门进入，作案后又从这边离开的。但是古田在开关门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那就是后门因为生锈会发出很大的动静。接着古田回到房间里，看着地上躺着的尸体，他再次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死者倒地的姿势很奇怪，裙子也被挽起来夹在了小腿里。发现并报案的是死者的姐姐高代。古田找到高代询问情况，高代表示案发时他在房间睡觉，听到楼下有一声惨叫，便下楼查看情况，结果就看到了妹妹倒在血泊之中。接着他打电话报警，然后就一直躲在房间里没有出去。正说着，古田突然伸手从高代的身上拿了个什么东西，然后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古田继续询问高代是否下楼查看过尸体的情况。高代表示他下楼下到一半时，突然看到窗户边有一个黑色的人影，也就没敢过去。由于太过害怕，他一直躲在房间里，直到警方赶到，他才打开门走了出去。说完，古田假装明白，心里却赞叹着凶手不愧是一个编剧，这剧情编得还真是可以。古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诸多疑点，接着又在死者的姐姐身上拿到了一个重要物证。古田询问高代死者的听力是否正常，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提出了2个疑点。第一，后门有些生锈，打开和关闭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动静，如果劫匪是从后门进入的话，那么死者应该会听到声响，从而发现凶手才对。可是死者好像并没有发现凶手，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他发现了身后有人，但是他没有将那个人当成是凶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的致命伤在脑后，他是被凶手从后面袭击身亡的。说完，高代表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发现了凶手，然后转身想逃跑才被打成这样的。古田挥了挥手表示不可能，接着说出了第2个疑问，死者的裙子被卷起来一大截，并且还夹了一部分在他的小腿里，很明显他在被杀之前是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说完，古田做了一个实验，正常情况下人被击倒时裙子应该是这样才对，可案发现场的却是这样，死者的裙子被提起一大半，并且还有一部分夹在了小腿里。说完，高代表示这会不会是凶手作案后他自己掀起来的呢？古田回应，如果死者是一个年轻女孩的话，那么不排除这种可能，可是死者现在已经年近花甲，凶手作案后还要掀开她的裙底偷看一番，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况且现场也没有入侵和打斗的痕迹，这就说明了凶手应该是死者非常熟悉的人。刚说完，高代就表示自己有些困了，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谈。古田退出房间，下楼时他告诉金泉自己已经知道凶手是谁。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直接扔进了金泉的嘴里。原来刚才在房间，古田从高代身上拿下来的东西就是鱼干片。高代声称自己没有到过尸体旁，可是裙摆上却沾有案发现场的东西，这就说明了他在撒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找到凶器，上面一定还有他杀人的证据。而且根据死者的伤口来看，凶器应该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肯定还没有处理干净。古田以保护证人的名义将金泉给留了下来，让他暗中监视着楼上的高代。两人正计划着，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凶手听得一清二楚。转眼间到了第2天早上，警方还在外面寻找凶器，金泉被高代指挥得团团转，5点就爬起来做早饭，脑袋被用来磕鸡蛋，吃完过后还要被当成佣人使唤，
然而就在金泉准备洗碗时，古田突然发现房间里每一样东西都有2份，并且上面都做好了标记。看来这2姐妹的感情不是很好。古田抱着疑惑询问高代，高代也毫不隐瞒，直接承认了和妹妹的关系的确很差。高代表示，妹妹从小就很会算计，对钱也是非常的斤斤计较，1块2块都要磨磨唧唧的。你看那一大罐硬币。接着高代还说妹妹是一个伪善者，我花钱买一辆车就是乱消费，她跑去做慈善，一次捐了几百万，却算是正常开销，那钱可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呀，凭什么我不能花？正说着，突然高代养的小白脸开着跑车来到了这里，古田尴尬的离开，小白脸则毫不避讳的安慰着高代，高代不想理睬，把他给打发走了。然而这时高代突然发现自己的跑车副驾上居然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这可把他给气得差点吐出血来。随后金泉洗完碗想休息一下，结果又被高代指挥出去买菜，这还真是难伺候啊。然而正是因为这次指挥，古田最终锁定了凶手。金泉打扫完卫生刚准备离开，然而这时高代又指挥他出去买菜。高代表示晚上想吃青椒包肉，让他拿着那1罐硬币去买，然后将剩下的钱全部换成纸钞存进银行，反正自己也用不到。说完，金泉抱着硬币出了门，高代则表示自己还有工作，径直走向2楼回房间去了，只留下古田一个人待在客厅里。随后古田来到厨房，看到桌上放着一本书，便拿起来随便一翻，结果却刚好翻到了这一页。这一页被人做了标记，上面是青椒包肉的做法，可是高代他根本就不会做饭，为什么他还要查看菜谱呢？想着想着，突然古田意识到了什么，于是慌忙来到壁炉旁边，一番寻找过后，终于在里面找到了关键性证据。随后古田自白开始，謎は解けました。やっと凶器を見つけました。佐々木高城は一体何を使って妹を殺したんでしょうか。ヒントはこれです。解決編はこの後で。古畑任三郎でした。到了晚上，古田再次找到高代，将金泉换好的纸钞全都拿了过来。紧接着古田意味深长地说，杀害妹妹的凶手就是你，昨晚的证词中你漏洞百出，劫匪入室杀人也是你凭空捏造出来的。说完，高代让古田别只会动嘴，请拿出证据来。古田指了指桌上的钱财，表示这就是证据，同时他也是你的杀人凶器。可是这些钱要怎么才能杀人呢？古田拿出一个布袋，然后将硬币全部装进去，就这样钱夹布袋瞬间变成了一件杀人武器，并且这种武器拥有惯性，即使力气再小的人，只要双手抓住袋口，然后轻轻一甩，就能产生出不小的力量，这就是你的杀人方法。说完，古田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原来他在壁炉中找到的关键性证据，就是高代用来装硬币的咖啡色布料袋。古田表示，他已经安排金泉拿着那罐硬币回警局化验去了，相信很快就有结果。布料和硬币上应该也还残留着死者的血迹，只要报告一出来，立马就能证明你是凶手，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呢？面对铁证，高代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让古田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高代会突然杀掉妹妹？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就算没有感情也有亲情在，你为什么会突然忍不住动了杀心呢？高代想了想，然后说道，身为编剧，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谋杀手段，便打算尝试一下。说完，古田低下了头不做回答。案件到此结束。影片中高代翻看菜谱，目的就是想找个理由将硬币全都花出去，因为这样他的杀人凶器就会彻底消失。此外，本片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古田在翻看菜谱时看到了青椒包肉，他突然灵光乍现，是因为这道菜的做法是青椒里面包着肉，这就让他联想到了布袋装硬币的杀人形式。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扮演犯人的是岛国实力派演员声优加藤智子，他的经典配音深受大家爱戴。比较出名的是《魔女宅急便》和哈尔的移动城堡。好了，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给小森点个赞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